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就喺近呢幾日，中東紅海嗰邊嘅局勢迎嚟一個急劇嘅爆發，被譽為有可能美國將會開闢第3條嘅戰線。俄烏戰線就幾近落幕啦，但係未完全係完結嘅。但係中東嗰邊咧，除咗巴以之外，卻開闢咗一個紅海戰線，由也門嘅力量分子開始攻擊經曼德海峽進入蘇伊士運河嘅商船，以至到美國要組隊派出巡洋艦、驅逐艦、航母戰鬥群，連同其餘10個國家一齊嚟到去應對呢，已經進入咗幾近戰事嘅邊緣。今日就陪大家分析下，到底現在蘇伊士運河嘅物流癱瘓，導致全世界嘅各大航運嘅巨頭紛紛都停止將船駛入嘅呢樣嘢改道而行，又或者等通知，對全世界嘅物流、運價同埋供應鏈又點樣沉重嘅打擊。另外被指到喺背後支持也門嘅力量分子嘅伊朗，最近佢嘅德黑蘭嘅空軍司令部呢就發生大爆發，有人話呢就係美國為咗 send 伊朗一個 message 而做嘅行為嚟嘅，但好多人都知道呢個行為係冇意思，亦都改變唔到蘇伊士運河嗰邊、紅海嗰邊嘅問題。今日就陪大家分析下呢個行動背後到底邊個先係始作俑者。另外有人就指到而家美國組隊連同10個國家一齊嚟到應對進擊商船嘅也門力量分子，應對嘅軍事費用呢係超過對方攻擊嘅100倍甚至數百倍嘅，根本就唔合成本效益，而且係長久落去甚至會輸。咁今日亦都會陪大家分析下美國喺組隊嘅時候美國嘅軍工集團係咩打算，係一個點樣嘅計劃。數以開闢戰線嚟到圖利嘅軍工集團一定冇使錯人嘅，佢點樣去藉住開闢新嘅戰線嚟到去圖利呢？而最後就係指到當全世界物流公司冇辦法喺蘇伊士運河度進出嘅時候有人就指到點解中國嘅有一艘中遠嘅銀河號居然可以喺蘇伊士運河嚟到去進出㗎。有新聞就講佢唔係進出，佢只不過改道而行，特登避過啲有摩擦嘅位置啫。但係有人卻指到佢係可以安全受到也門嘅力量分子放行嘅。此事非同小可，因為關係到背後一啲西方嘅政治角力，而且中遠銀河號呢個字係暗藏咗背後一啲信息同埋密碼。有人就指到隨時係對應緊喺90年代、93年嗰陣時候，我哋中國喺忍辱負重喺發展嘅時候嘅3大迫不得已要對外國勢力忍氣吞聲嘅3大大事之一嘅。有人話如今呢隻銀河號喺蘇伊士運河嗰度進出，背後亦都有中國想表達嘅暗藏信息，轉頭亦都會陪大家嚟到一一分析嘅。另外今日將會係最後一次嚟到去呼籲嚟緊1月15號嘅皇朝春茗晚宴啦。嚟緊下個月嘅1月15號就會喺灣仔嘅皇朝會嚟到舉行一個春茗嘅晚宴。有部分嘅網友指到佢就較為喜歡一啲高雅啲嘅地方，服務質素同埋品質係比較優質，地方比較雅致，嚟到想同新潮文嚟到進餐嘅。咁所以能夠滿足嘅話新潮文都會盡量個安排，所以就特登安排咗呢個 Dynasty Club 皇朝會嚟到舉行1月15號嘅晚宴。適逢1月15號皇朝會亦都推出咗佢哋嘅春茗嘅菜單，每位價錢就係1300蚊。今日就會係最後一次嚟到去呼籲啦，因為名額同埋人數都有限，所以請大家喺聽到呢個呼籲嘅時候馬上聯絡68031633 68031633，請 WhatsApp 我唔好打俾我，因為我唔係成日可以喺電話度 stand by 嘅。而就算大家打到俾我最後都係要用 WhatsApp 文字記錄嚟到進行報名同埋過數嘅事宜。所以請大家都係 WhatsApp 68031633呢個電話。皇朝會嘅地址就係位於灣仔嘅港灣道1號，喺會展隔離，喺 Grand Hyatt 嘅下邊。當晚我哋訂咗嘅地方就將會望住立法會嘅方向。我哋會喺夜晚望住立法會，望住灣仔夜繽紛，同埋望住維多利亞港嚟到共進晚宴。而且1月15號亦都踏入咗2024年啦，亦都會陪大家一齊回顧2023年同埋展望2024年嘅未來局勢嘅。菜式方面就有金珠賀星平嘅乳豬全體，有富貴蝶榮華嘅牛油上湯焗龍蝦，有鴻圖大展嘅紅燒蟹肉翅，亦都有新年必備嘅包羅萬有、發財好市嘅鮮包鋪等。
亦都唔少得嘅就係年年有餘嘅清蒸海東星斑等等。再講多次，每位價錢呢就係1300蚊。咁而家呢就剩翻一台嘅啫，請大家呢就最後快啲嚟到聯絡68031633嚟到去報名。我成日唔記得講呢，就係皇朝會嗰個係一個招呼會員嘅會所，咁嗰度呢，當晚尤其是晚宴係有 dress code 嘅，咁需要大家呢可能着得端莊一啲。咁呢個呢，亦都係最後一次為呢個食飯活動嚟到呼籲。踏入2024年，新朝文將會陪大家一齊嚟到去吃喝玩樂，因為呢，我哋要珍惜和平，同埋難得病情過去，我哋要把握光陰呢，同埋把握機會去享受下人生。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2.0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咁事不宜遲，現在就為大家跟進一文說清。現在最新開闢嘅紅海戰線，美國點解要開第3條戰線？美國能否應付得嚟？紅海戰線對全世界嘅物流同埋航運供應鏈又點樣深遠同埋巨大嘅影響？美國巨大嘅軍事成本點樣去今次嚴重咁超支？佢會有咩應對嘅方法？軍工集團點樣逃離？以及我哋中國現在其實被指到呢係狼狽為奸。點解有人咁講呢？因為有人見到中遠銀河號喺蘇伊士運河嗰度進出，有啲西方媒體卻呢又話中遠呢都係同大家一齊要避開蘇伊士運河，一齊唔可以入去。但係有啲媒體卻講呢，中國呢係特別咁樣被招待，可以優待佢係進出蘇伊士運河，背後亦都關係到政治嘅鬥爭，而且暗藏嘅信息呢亦都不少，將會陪大家一一嚟到去分析嘅。大家先講紅海嗰邊嘅爆發先。其實自從巴爾嘅戰事開始咗之後呢，大家都知道成個伊斯蘭世界都會派出佢哋嘅力量嘅組織嚟到去支持。今日呢講呢條片，我就會將也門嗰邊嘅力量組織嗰個組織，我就會以胡快力量組織嚟到去作為代語嘅。請聽清楚係胡快。我亦都唔會叫佢係一個純粹嘅青年運動，因為咧人哋其實已經好完善，有自己一個系統同埋政體，幾近可以立國噶啦。現在咧過去2個月喺曼德海峽，也門嘅胡快力量組織攻擊想經蘇伊士運河嚟到進入以色列港口嘅商船，呢個行為咧就不斷咁升級，升到最近呢就重擊咗幾艘商船，有一架咧仲沉咗添。呢啲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嘅航運巨頭嘅公司嚟嘅，例如話馬士基哈柏羅特等等。一陣間就會陪大家一一嚟到細數。急轉直下呢，就係喺最近嘅月中12月中15號嘅時候，有呢啲事情一發生嘅時候呢，世界嘅各大物流公司即刻停止派出自己嘅商船去進入紅海，經蘇伊士運河去地中海，因為佢哋根本都應付唔起若然商船受到進擊，若然受到重創，甚至沉沒嘅後果，賠都有排賠。此舉咧就推高咗呢個世界現在咧呢個航運嘅運價，係起碼如果去到地中海嘅海域嘅話，呢條航線係推高咗3成咁多，保險費亦都推高咗非常之多，令到紅海嘅物流延長咗交付期。好多咧
航運嘅巨頭佢哋都諗住改道而行，改道呢就係經好望角，但係此舉卻能夠令到一條航線呢輕則呢就拖延半個月，增加物流運輸嘅成本同埋時間嘅成本，而且當所有商船一齊嚟到去兜路經好望角改道而行嘅話呢，亦都會喺嗰度呢大量塞船、大量擠塞嘅情況好多，甚至可能排隊入去呢係唔止拖半個月咁多嘅。有好多貨品佢嘅保質期只不過係2-3個月，咁所以咁樣一拖嘅時候呢，物流亦都冇咗嘅意思。此舉令到供應鏈嚴重受到重擊，即係去到歐美嗰邊，尤其是嚟自世界東邊嘅貨物要去歐美世界嘅供應鏈呢受到斷裂，美國受到影響，歐洲受到影響，因此佢哋亦都組隊，希望組成海軍嘅艦隊嚟到幫佢哋嘅商船嚟到護航同埋應對也門嗰邊嘅胡快力量組織。咁到底胡快力量組織係點樣進擊呢啲商船呢？佢就以火箭彈無人機等等嘅工具嘅武備嚟到去進行攻擊嘅。有指到背後支持胡快一直以嚟呢都係伊朗，伊朗呢都係經常支持呢啲伊斯蘭教世界裏邊嘅力量組織。其問題就係現在也門對出嘅海口曼德海峽嗰度開始影響進入紅海嘅商船嘅時候，其實亦都侵犯咗好多伊斯蘭教國家嘅利益。咁到底呢啲伊斯蘭教國家嚟埃及沙特等等，佢哋會唔會出聲呢？佢哋會唔會表達不滿？佢哋會唔會停止也門嗰邊嘅行動？呢啲胡快力量組織嘅行動呢？佢哋嘅利益都被侵犯喎。咁冇錯，歐美嘅世界呢，就的確係曾經揾過沙特埃及等嚟到進行調停，希望佢哋干預嘅。但係呢，今次嘅情況佢一反常態，起碼直至目前為止，佢哋都係象徵式咁樣講兩句，冇真係做任何大舉有壓力嘅行動嚟到逼伊朗同埋也門同埋嗰啲胡快嘅力量組織嚟到去停止佢哋嘅行動，因為佢哋知道背後嘅意義，背後嘅意義就係伊朗指導話俾所有人聽，現在冇辦法，要以戰止戈。伊朗嗰邊指導佢哋唔係想刻意影響大家嘅生意同埋飯碗，而係今次佢哋要為加沙而戰，就係當全世界嘅呢個救援物資都冇辦法進入加沙嘅時候，佢哋要用此舉嚟到去逼人道嘅救援可以進入加沙，嚟到逼以色列嚟到去停止做呢個心狠手辣之事，彷彿好似現在穆斯林嘅世界係明白伊朗咁樣嘅部署，彷彿好似現在呢就係犧牲緊自己嘅利益嚟到希望成全呢個咁嘅行動添。但係與此同時，喺18號，伊朗嗰邊呢就一個空軍嘅司令部發生大爆發，位於德黑蘭嘅一個空軍司令部突然間呢就爆咗，有人就知道呢個係美國 send 俾伊朗嘅一個 message， 就係話而家呢就爆得你嘅司令部，下次呢爆晒你成個伊朗都得，即係講誇張啲咁講啫。傳媒就指到美國呢係有絕對咁嘅能力，伊朗亦都承認有能力精準而且不留痕跡地嚟到去打擊精準嘅目標，例如話空軍司令部等等嘅。但係到底攻擊空軍嘅司令部會否影響也門嗰邊嘅攻擊商船嘅行動呢？其實好多人都知道根本呢兩樣嘢係冇關聯嘅。你現在谷佢嘅司令部唔會停止到嗰啲胡快組織嚟到喐嗰啲商船，而且甚至此舉更加激起伊朗嗰邊大舉嚟到去激憤佢哋嘅士氣，要佢哋更加多理由咁樣嚟到同美國嘅陣營嚟到去對着幹，甚至召喚出佢哋其他力量組織，例如話真主一派或者伊拉克嗰邊嘅聖城一團等等。總之呢，目前嘅局勢喺曼德海峽進入紅海嗰邊呢嘅情況就非常之惡劣，全世界所有嗰啲物流嘅巨頭呢，佢哋都唔敢派出自己嘅商船去經過地方嚟到去入地中海噶啦，唔敢經紅海嚟到入蘇伊士運河。蘇伊士運河對呢個全世界物流嘅影響有幾大呢？應該係話紅海嗰邊對全世界物流影響有幾大呢？紅海佔全世界國際物流嘅4成。現在呢，唔敢派商船入去，喺對出嘅海峽嗰度徘徊，等緊通知，甚至改道而行。有呢個世界嘅4大航運公司啦，瑞士嘅地中海航運 MSC， 丹麥嘅馬士基，德國嘅哈柏羅特，法國嘅達飛CMA-CGM， 甚至連英國嘅石油巨頭呢都停止將佢嘅運油船駛入紅海經蘇伊士運河啦。咁樣令到咩？咁樣令到呢個世界
物流運輸嘅成本嚴重推高。嗱，去地中海航線呢已經升咗30%咁多，保險費大增，延遲交貨，改道而行呢，延遲交貨呢樣嘢亦都好多貨物呢就再覺得再運已經冇意思啦，令到供應鏈斷裂。美國嘅產業鏈供應鏈呢就面對斷裂。嗱，呢啲嘢呢會對美國有點樣影響呢？美國其實踏入2024年嚟緊呢，就籌備緊什麼啊？就同美國每屆嘅政府一樣，就係臨到去到大選之年呢，就一定呢就係以往呢就係加息，然之後呢去到最後就減息，嚟到去舒緩經濟嘅壓力。美國進入2、3月呢就會減息噶啦，咁希望舒緩通脹。問題係航運嘅成本提高，油價呢亦都3連升提高，咁樣所有呢啲減息舒緩通脹嘅效力呢，亦都難以發揮。咁但係現在呢講緊嘅情況就係，自從俄佬同埋烏仔嘅戰事爆發以嚟，歐洲嗰邊對中東嘅油呢需要呢就大增。咁現在如果蘇伊士運河係停咗運嘅話，試問中東嘅油又點樣過去歐洲大陸嗰邊呢？蘇伊士運河每一日都運緊900萬桶嘅石油去地中海嘅，此舉亦都侵犯咗沙特嗰邊嘅利益。所以好多人呢都講啦，沙特喺紅海都有個吉達港嘅，你咁樣亦都係嚴重影響緊沙特嘅利益。沙特嗰邊有冇出聲呢？截至目前為止，我哋見唔到有中東嘅國家使出真正有效、強而有力嘅手段呢嚟去制止胡塞嘅力量組織，反而呢仲好似有啲國家俾人哋感覺表面上講兩句，其實就純粹交功課，好似暗地裏呢甚至係支持佢哋嘅行動添。難道宗教呢樣嘢真係能夠令到萬眾一心，有咁大嘅魔力，令到全世界人都覺得喺大義面前犧牲自己少少金錢利益嘅呢？在所不惜。最緊要呢就係伊斯蘭教嘅國家能夠喺一次神聖嘅召喚裏邊呢，同仇敵愾，一齊嚟到擊倒美國為首嘅猶太組織。有可能呢種心性係只有佢哋信奉伊斯蘭教嘅中東人先至會感同身受，先至會明白。埃及每年就憑蘇伊士運河能夠得到嘅稅項收益呢，係有94億美元嘅收入咁多嘅，亦都受到嚴重嘅傷害。嗱，而家呢，好多人都話咁咪改道咯，改道去好望角嘅時候呢，就談何容易。改道呢，輕則就延遲半個月，重則呢，就係一塞船起上嚟嘅時候呢，就有排等。有另外一條河亦都分擔緊蘇伊士運河嘅物流，就係呢個巴拿馬嘅運河 Panama 嘅運河呢，最近又唔知係咪夾定，適逢就預咗半世紀未見一個乾旱，水位呢嚴重咁樣嚟到去做低，咁所以呢，現在巴拿馬嘅運河進入咗一個緊急嘅狀態。嗱，但凡係經過巴拿馬運河嘅話呢，都要另外收好多附加費，而呢個附加費嘅安排呢，亦都會喺2024年嘅1月1號會開始。意思即係話水位低咗嘅話，佢哋又能夠容納嘅船呢就會少咗，收附加費收貴咗嘅時候呢，嚟嘅船亦都會少咗好多，因為好多物流、好多貨物呢，覺得咁樣加起上嚟呢根本就冇意思。嗱，此舉呢，今次呢個行動呢，大家都完全明白，就係也門嗰邊嘅力量分子，佢哋講到係完全係針對以色列嘅行動嚟嘅。所有商船呢，佢哋唔會漫無目的咁樣嚟到進擊，佢哋淨係會喐一啲經紅海去蘇伊士運河嚟到去泊去以色列嘅商船，俾貨物以色列嘅商船。以色列嘅航運商會執行委員會就指導經紅海去以色列嘅貨物佔咗佢哋嘅物流30%咁多。咁但係如果要兜路而行嘅話，對一啲2、3個月保質期嘅貨物呢，根本就冇咗意思。所以此舉呢，就係我哋中國嘅36計裏邊其中一隻叫做釜底抽薪，係真係影響到以色列嗰邊嘅貨物供應嘅。嗱，美國勢力嚟到應對也門嗰邊嘅力量組織呢，亦都想用一招釜底抽薪，就係聯絡埃及、聯絡沙特，甚至 send 個 message。嗱，亦極有可能呢，就係爆一爆佢嘅空軍司令部嚟到威嚇佢哋，希望佢哋制止呢啲咁嘅力量組織。但係彷彿呢，又好似沒有成效喎。更何況德黑蘭嗰邊嘅空軍司令部爆發呢樣嘢，到底是否真係嚟自美國嘅手筆呢？我哋都唔知，只知道呢件事發生沒有影響到也門嗰邊嘅行動，反而更加激憤咗伊朗嗰邊嘅敵對美國決心。嗱，敵對美國即係等於敵對以色列，大家唔使講到咁明白噶啦，大家應該知道噶啦。嗱，有啲唔想兜路嘅商船呢，就期望
喺海峽嘅外邊嚟到等一等，例如話馬士基喺紅海嘅南邊亞丁灣嗰邊見到局勢升級啦，就喺外邊啊嚟到遊走等下。夏柏羅特咧亦都喺海峽外邊嚟到等通知。法國嘅 CMA、CGM 咧亦都係等緊通知，可能佢哋覺得嗱，呢啲貨物呢啲船可能覺得我兜路嘅成本仲貴過我等，咁所以不妨就等下睇下咧什麼啊？睇下美國嗰邊而家組隊組10個國家嚟到去應對也門嗰邊嘅情況。呢10個國家咧就包括美國自己、英國、巴林、加拿大、法國、意大利、荷蘭、挪威、塞籍爾同埋西班牙，甚至連同法國嘅國防一齊嚟到去組隊啊！咁多國嘅海軍嚟到組隊，由18號開始，佢哋就啟動咗一個叫做 Operation 繁榮守護嘅護航計劃，嚟到希望同一商船嚟到去護航。嗱，聽落呢個行動咧就好犀利，但係其實咧呢個行動咧就不是講得談何容易啊，就講就容易。須知道，淨係要組隊同埋準備部隊咧，起碼都要幾個月嘅時間。咁呢幾個月啊，試問嗰個物流嘅情況又如何嚟到應對呢？嗱，大家都知道踏入2024年咧，拜魯頭就係面對選情，佢2、3月咧就要面對美國減息呢樣嘢嚟到紓困嘅啦，幫啲人民。但係若然實際效用呢個所謂嘅 Operation 繁榮守護，係幾個月之後先至成功組隊，甚至係進擊嗰邊嘅力量分子。我而家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啊，即係當佢真係進擊得到嗰邊嘅力量分子停手啦，咁都要幾個月嘅時間，幾個月都年中噶啦。美國 afford 唔 afford 得起呢？更何況我就當你呢啲艦隊啊組咗隊之後，到底是否真係會贏到嗰邊啲游離嘅呢個力量分子呢？我轉頭喺個軍事分析嗰度呢，亦都會陪大家講下，唔係咁易嘅呢件事。而今次我喺介紹呢啲航運巨頭嘅時候，我特登唔講中國嘅 COSCO 中遠海運嘅，點解？因為我會留到最尾先講。嗱，當然啦，好多新聞都會話呢，中國嘅中遠海運呢，現在亦都避開去進入紅海啦，經呢個曼德海峽，因為呢嗰邊嘅局勢比較亂。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有呢個安排。但係亦都有新聞媒體表示到，其實也門嗰邊呢係會特登指定為呢個中遠航運呢嚟到去放行嘅，只要佢唔係將啲貨物送去以色列嗰度。亦都有呢個例子，就係銀河號咧喺蘇伊士運河度進出。我轉頭喺最後咧，亦都會同大家嚟到仔細分析背後蘊藏啲咩信息，因為呢件事唔係咁簡單。咁我而家講一講美國嘅組隊，組呢個10個國家一齊嘅海軍互惠護航嘅計劃，能否如願以償，能否解決當前嘅問題？首先，你就算組咗艦隊嚟到去應付嘅話呢，啲商船呢，其實佢都係唔敢入紅海，因為我就當你有航母戰鬥群嚟到包圍啲商船嚟到入紅海，嗰啲商船根本 afford 唔起你有任何嘅摩擦，係嘛？你啲嘢連子飛來飛去嘅時候，飛彈飛來飛去嘅時候，萬一擦過佢架船呢，佢都 afford 唔起。上邊有嘅呢，唔係淨係普通貨物咁簡單，唔係百貨啊，唔係生活百貨，可能有嘅係化學物品啦、石油啦、天然氣啦，有啲能夠燒得起嘅藥物啦，或者酒精等等。喂，呢啲嘢求其一粒火花，個後果都不堪設想噶。嗱，而家有啲人咧就研究緊，就係啲新嘅招式啦，就即係買句拍，就係講到咧，嗱，不如咁樣啦，大家咧就玩下手段，將啲商船咧就唔係去以色列，就經紅海咧同嗰啲力量分子報稱咧，就係去約旦嘅 Beirut 嘅，咁去到約旦嘅 Beirut 嗰陣時候卸貨，然之後再經陸路去以色列啦。嗱，多翻少少成本，咁好過冇貨運啦，好過做唔成生意啊咁樣。可能計落呢個成本亦都比改道或者喺呢個海峽外邊無限咁等待呢，可能仲要嚟得嘅實際。到底胡快嘅力量分子佢哋係用啲咩戰略呢嚟到去擊嗰啲商船呢？我哋就同大家一一嚟到去慢慢分析一下。首先一架船，佢由呢個曼德海峽呢準備進入紅海嘅時候呢，咁去到呢個海口嘅時候，嗰啲胡快嘅力量分子咧，就會先用無線電啦，就喝罵佢哋一番，叫佢哋停船。唔肯停船嘅話咧，就會用呢個無人機啊嚟到爆幾爆，嚟到去逼佢停船或者逼佢慢駛。當佢停船或者慢駛嘅時候咧，鎖定嗰啲目標咧，佢哋就會用呢個短程嘅彈道導彈咧嚟到去大爆呢啲咁嘅商船噶啦。咁所以咧，輕則重擊，重則咧就成架船沉咗落去，已經係有呢啲例子。自從12以嚟，即係巴以戰事爆發以嚟咧，胡快嘅力量分子佢沒有走過去呢個巴勒斯坦嗰邊咧嚟到去
大肆咁嚟到參戰，但係佢就用呢個方式嚟到影響以色列，反而用呢個方式嚟到影響以色列嘅話呢，仲好比你派幾十萬軍過去同佢哋對着幹，個效果好似仲好添，因為呢啲之後真係令到佢哋冇貨運，停佢哋嘅貨運，停佢哋嘅物流就係一個釜底嘅抽薪。10月以嚟，胡快力量分子已經數百次用無人機飛彈嚟到去喐呢啲咁嘅商船㗎啦，係最後行動先至越演越激烈，所以逼到美國要組隊嚟到應對。佢哋打出嘅旗號就係現在佢哋係為加沙而戰。胡快嘅力量組織薩拉姆表示，若然美國係組隊嚟到去應對嘅時候佢哋亦都唔會因為咁樣而停止落嚟，就算佢哋唔夠打，佢哋都唔會停止落嚟，因為呢啲係佢哋嘅使命。佢哋研究嘅戰略就係可能間斷性咁12小時嚟到喐嗰啲商船一次。佢哋知道，如果美國連同10個國家組海軍嚟到進入紅海嘅時候就唔係淨係護航咁簡單，就係去到全面嘅戰士化，去到軍事化，而呢個後果係美國自己要承擔。咁佢哋就知道啦。嗱，呢啲雖然佢哋呢啲力量分子喺真真正正嘅海軍大國海軍面前就係散兵游勇，但係佢哋嘅意志非常之高昂。佢哋講到打起上嚟，佢哋未驚過，佢哋只係覺得美國係唔敢將紅海嗰邊戰士化啫。咁如果唔敢戰士化嘅時候就可能用外交嘅情況嚟到去處理啲問題咯。咁我講完軍事先，之後先至講外交。因為現在美國組隊成立呢個喺18號成立呢個 Operation 繁榮守護嘅護航計劃睇嚟就係威係勢勢在必行。而呢個行動亦都係美國嘅軍工集團應該計啱條數係可以喺裏邊逃離嘅。意思即係話開闢戰線呢樣嘢到底能唔能夠達成佢哋終極嘅戰事目標唔知，但係起碼喺個過程裏邊都可以進行對別國嘅收割。呢個就例如話好似俄佬同埋烏仔戰士北約嚟到圍俄羅斯嘅時候，根本就唔係烏克蘭打緊俄羅斯啦，大家都知係成個北約打緊俄羅斯。喺呢個過程裏邊，唔理最後俄佬贏定係烏仔贏，起碼呢個過程裏邊美國都能夠造就到收割北約嘅國家，收割歐洲。咁今次如果組艦隊去所謂為呢個紅海平亂嘅時候又會否達到收割嘅目的就絕對係會嘅。軍工集團係唔會使錯人嘅。美國將會派出帕克級嘅導彈驅逐艦。現在已知道就有4艘驅逐艦就會派出，亦都會派出巡洋艦同埋艾森豪威爾嘅航母戰鬥群。淨係美國嘅卡尼號喺過去呢段日子已經報稱成功擊落咗41架嚟自胡快力量組織嘅無人機啦，同埋佢哋嘅飛彈等等。呢啲美國嘅驅逐艦同埋航母戰鬥群將會由呢個吉布提入呢個亞丁灣，喺曼德海峽嗰度不斷咁巡邏。但係卻有人知道啦，你即使擊落咗胡快力量組織嗰啲無人機同埋嗰啲飛彈，可知道你擊落佢嘅成本係遠遠超過咗佢派呢啲飛彈同埋無人機，超過咗成本係100倍甚至數百倍。條數點計呢？就陪大家慢慢嚟到計。現在美國派出嘅呢啲巡洋艦同埋啲驅逐艦當中配備600支嘅飛彈發射管，飛彈裏邊就有標準嘅6型飛彈 SM6， 航程就係370公里，造價400萬美元一支。另外平啲嘅就有標準2號標準2型 SM2， 造價就係250萬美元一支，航程亦都差唔多。然之後再平啲嘅話就有進化型海麻雀飛彈 ESSM， 航程就係500公里。500公里就短啲，但係造價亦都要180萬美元一支。咁我哋睇一睇也門嘅胡快力量分子，佢哋派出嚟嗰啲無人機嗰啲火箭彈嗰啲飛彈大概係咩價錢？就係2000至到2萬美元不等，要用到100幾200甚至400萬美元一支嘅飛彈嚟到去應對一啲純粹2000或者2萬蚊美元嘅無人機或者飛彈。條數根本係100倍同埋數百倍嘅差距咁多。如果平啲嘅系統美國嘅艦隊亦都有方陣近迫嘅武器系統，例如話每分鐘可以發出4500彈嘅近迫武器系統，亦都有無人機嘅空爆彈等等。但係呢啲嘅攻擊範圍只不過喺1.6公里至到16公里左右嘅啫。意思即係話，
除非美國嘅艦隊係好接近嗰啲商船，如果唔係呢，都難以做到保護嘅效果。除非嗰啲也門嘅胡塞力量分子唔係喐啲商船，係喐美國嘅艦隊嘅話呢，佢哋先可以發揮到呢啲武器。意思即係話平嘅武器未必湊巧，但係貴嘅武器呢，如果長久打落去，美國係蝕大本嘅。所以現在美國組成嘅呢個 Operation 呢個繁榮守護護航計劃呢，難得係同10個國家一齊嚟去搞嘅時候呢，就研究緊點樣將重皮嘅成本啊，就係要其他國家一齊咁分擔。嗱，甚至其他國家分擔呢個成本嘅時候呢，亦都要分擔埋美國嘅呢個武器。咁意思即係美國軍工集團又可以大賺一筆啦。美國而家打住護航嘅旗號，要其他國家一齊嚟到加入。唔加入嘅話呢，呢個航運費用就會上漲，油價就會上漲，你哋都冇貨賣，所以就要咁樣嚟到捆綁你哋。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啊，軍工集團點會唔 mark up 自己啲產品，同埋乘機銷售自己啲武器噶？點會唔要你？咩叫分擔開支成本？分擔護航開支成本意思即係話你哋俾錢，美國唔使俾錢啦，因為你哋啲錢就係開支成本就係美國嚟到俾開支成本，你啲錢就係負責你哋嚟到分擔啊嘛。咁除此之外咧，美國而家咧就需知道每一枚飛彈咁貴啦，人哋啲無人機、人哋啲飛彈先係2000至到2萬蚊美元。咁所以美國亦都研究緊一啲力量嘅武備。咩叫能量性嘅武備呢？就係例如話嗰啲電磁波嘅輻射嗰啲高能嘅武器系統嚟到衝擊破壞嗰啲無人機嘅。就所以喺19號嘅時候，雷神呢就公開同美國嘅國防就簽咗合約，就俾咗2套嘅電磁波高能嘅輻射武備系統。所以從中大家就睇到啦，只要紅海嗰邊有戰事，國防嗰邊呢就要買武器。國防嗰邊買武器嘅話呢，雷神呢啲軍工集團呢就大賺一筆，而國防亦都係大條道理呢，就係要拜老頭嚟到俾錢國防部，成功呢就撩政府錢罌啦。咁而除此之外呢，亦都大條道理嚟到加重對軍事嘅研發。例如話我頭先講過呢啲能量式嘅武器呢，就唔會好似下幾百萬美元嘅飛彈咁重皮嘅。能量式嘅武器就射出電磁波。洛杉磯為總部嘅一班 App 嘅軍備公司，佢亦都最近呢就俾咗一套 Leonidas 嘅能量式武器，美國嘅陸軍。美國嘅空軍呢亦都研發一個名為托爾 Thor 嘅能量式嘅武備。而洛歇馬丁呢間軍工公司呢，亦都研究緊點樣用能量式嘅武備嚟到甚至裝喺無人機上邊。嗱，呢啲研發呢，全部都係要政府出錢。所以紅海嗰邊一有戰線就加添咗軍售啦，同埋亦都加添咗呢啲軍工集團嚟到攞資金嚟到去研發，加大咗一啲反無人機系統嘅軍備嘅投資。咁若然研發咗出嚟嘅時候呢，又可以要呢啲參與嘅國家，呢啲10個國家一齊嚟到去買軍備。所以紅海嗰邊嘅戰事若然係爆發咗，是否真係能夠有效嚟到去阻止呢啲力量分子干擾佢哋嘅物流呢？唔知，因為無人機係可以無定向、冇特定嘅目標、冇特定嘅基地呢嚟到去送出發射嘅。現在彷彿嗰啲力量分子呢，就係喺曼德海峽嗰度嚟進行呢個游鬥嘅戰略，就唔係你10個國家組成嘅海軍艦隊浩浩蕩蕩咁樣衝入去嘅時候呢，就能將佢哋一舉嚟到破滅，就唔係咁樣。所以到底呢個行動能否停止嗰邊嘅力量分子唔知，但係起碼喺呢個過程裏邊呢，軍工集團就一定要先作一筆先。所以但凡美國一有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一有戰事呢，最開心就係嗰啲軍工利益嗰啲集團。嗱，咁講到呢，唔想戰事升級，唔想再開拖一條戰線，美國可以點做呢？美國能夠用外交嘅途徑嚟到處理啲事情。外交嘅途徑呢，有陣時候呢未必下下呢就要講制裁嘅，因為你現在對中東嗰啲國家講制裁呢，佢哋已經唔受呢一套，佢哋已經唔驚噶啦。咁但係呢，唔制裁可能可以放寬。11月嘅時候，美國就放寬咗伊朗喺伊拉克被扣押嘅100億美元嘅使用嘅權限。其實此舉呢，就係希望伊朗嗰邊能夠放寬你少少，俾啲着數你，希望你可以調停巴爾嗰邊嘅局勢希望呢嗰啲刺激組織唔好咁刺激。意思即係話呢啲係利益輸送，呢啲係談判同埋協商。紅海嗰邊一有亂局嘅時候呢，
軍工集團希望從中嚟到圖利，而中東嗰邊呢，除咗係真係要達成佢哋嘅使命，進擊以色列，阻截佢哋嘅物流，影響到佢哋嘅貨運之外呢，其實背後呢亦都有好多撲克牌般嘅博弈喺裏邊，大家都希望為自己爭取多幾手牌，越有影響力就越好，嚟到去談判講條件。嗱，咁現在要為大家嚟到去講嘅呢，到底就係我哋中國嘅商船嘅中遠航運是否亦都要喺今次嘅全球物流大巨企要避開紅海嗰邊嘅亂局？咁我哋是否要避埋一份呢？我哋事實上係真係要避埋一份。如果我哋唔避，我哋掂行掂過，亦都俾佢哋放行嘅話呢，就俾全世界人會而家真係發生緊嘅啦。俾全世界人話中國原來就係連同嗰邊啲力量分子咧嚟到狼狽為奸，咁即係會變成點啊？即係全世界物流大佬咧都唔可以入紅海嘅時候，唯獨是你中國嘅 Costco 入到去，咁你仲唔係用力量玩緊獨市？咁即係所以全世界物流都要經理，咁呢啲行為呢，就係不為世人所接受嘅。所以就算中國嘅船隊真係可以俾也門嗰邊嘅力量分子嚟到去放行，胡快呢真係通融，信得過中國，喜歡中國，亦都相信中國係唔會幫以色列。咁嚟到俾佢放行嘅話呢，中國都唔敢喺全世界人面前做呢個行為。嗱，最近呢，就係當呢啲事情呢，其實過去2個月喺紅海嗰邊亂局呢，胡快力量分子擊商船呢樣嘢已經持續咗2個月，係最近先至大力咁升級。但係喺14號至到17號呢，佢查探得到中國就有一艘叫做 Galaxy 嘅銀河號喺蘇伊士運河嗰度嚟到去進出，彷彿呢就如入無人之境。有人就指導啦，喂，連插過香港旗嘅其中一間物流公司，佢都入唔到過去，佢都受到影響。點解你嘅中遠銀河號可以喺嗰度嚟到進出㗎？嗱，美國嘅彭博新聞呢就話到，中國嘅中遠海運係都唔入得紅海嘅，佢都要改道。但係佢講完呢個消息之後呢，好多人就查探就知道有艘銀河號就喺蘇伊士運河喺14號至到17號呢就唔同咁進出啦。嗱，好多人呢就咁講啦，佢唔係進出，佢只不過佢本身已經入咗蘇伊士運河。咁佢唔想由蘇伊士運河南下，唔想去到呢嗰個摩擦嗰個局面嗰個區域，所以呢，就調翻轉頭，希望喺地中海嗰度嚟到走。嗱，到底事情係點呢？我哋先唔去討論到底呢架銀河號最後何去何從，我哋就講銀河號呢3個字。嗱，須知道呢，最近局勢就非常之不穩，呢樣嘢大家都知㗎啦，唔係近呢幾日嘅事。但係中遠銀河號出現喺蘇伊士運河呢件事呢，出現喺紅海呢件事呢，佢係一個好強烈嘅暗藏信息。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就喺我哋中國羽翼未成之時，喺我哋中國仲忍辱負重發展嘅時候，出現過3大嘅國仇家恨嘅事件。其中一個呢，就係大家都記得㗎啦，就係中國駐南斯拉夫嘅大使館被爆呢樣嘢呢，最後西方世界美國恃勢凌人，不了了之。喺南海中美嘅撞機事件2001，我哋中國嘅機師王偉嘅犧牲呢件事情呢，亦都係喺我哋中國發展嘅期間，羽翼未成嗰陣時候，我哋要忍氣吞聲。而第3件事就係我哋中國1993年嘅銀河號事件，亦都係點解過去中國嘅外交部就令中國嘅國民覺得氣餒心淡呢？就因為喺好多事情上邊呢，我哋都硬唔起嚟，我哋係硬得起嚟呢，係近呢幾年外交部嘅表現先至挽回翻呢個聲譽。咁但係其實呢啲都只不過係普羅大眾匹夫之用。須知道中國喺羽翼未成嘅時候，我哋需要忍辱負重，而忍辱負重嘅過程呢，3件國仇家恨嘅事呢，我哋卻銘記於心。喺1993年7月23號，中遠嘅海運運輸公司派出銀河號由呢個天津去到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達，跟住去到杜拜，跟住去到達曼港，再去科威特嘅。當其時銀河號有628個集裝箱喺水上邊，但係去到印度洋嘅國際海域上邊呢，卻被美國指導話船上面佢哋話有可靠嘅消息，上面有啲化學嘅原料呢係要嚟做軍備嘅，用化學原料嚟到做軍備，仲係中國諗住呢去運過去俾伊朗，準備喺阿巴士港嗰度呢嚟到去卸貨。呢個係美國嘅講法。美國當其時喺印度洋嘅國際海域上面出邊即係公海就截中國嘅船，就要俾2個選擇，一係呢就返航，一係呢就美國嘅人員喺個船上面呢要檢查大事，搜掠一番。若然唔聽話嘅話呢，美國就會話
要制裁中國。當其時美國係非常之惡嘅，咁中國即使係我哋忍辱負重嘅時期，但係都唔能夠失勢於人前，我哋中國就頂。船員呢，就由7月23號開始，就一連33日咁樣喺船上面嚟到頂住，船員食物不足，食水亦都不足，但係就拒絕俾美國嘅人員呢嚟到去上船啊，嚟到去查探，俾得你哋啲人上船嘅時候啊，仲有得剩嘅，所以最後呢嘅結果就係要以第三方嘅人員，即係去到沙特嗰度，喺沙特嘅一個海軍基地嗰度嚟到停靠，由嗰度嘅人員嚟到進行船上面嘅檢查。終於628個集裝箱無一係有佢哋所指嘅化學嘅原料攞嚟做軍備嘅用途。美國呢，當其時就係用緊佢哋嘅美國嘅艦隊喺公海上面嘅臨檢權力。事後美國乜都查唔到嘅時候，美國就話啦，係因為呢33日啲船員已經係將嗰啲證據全部倒晒落海，又或者係卸貨嘅過程已經卸走咗啫。但係喺呢個過程由7月23號去到9月4號最後一日，喺呢個過程美國都係咁監視緊啊船上面嘅任何動靜嘅。有咩證據證明係倒咗嘢落海或者卸咗貨啊？佢哋又講唔出，因為佢哋亂講噶嘛。中國因為延遲嘅貨運同埋船上面嘅水手嗰邊嘅待遇嘅艱苦環境呢，中國係要求賠償嘅，但係當其時美國根本就唔會睬中國，連同南斯拉夫嘅事情，連同南海中美撞機王偉嘅犧牲事情，美國都係不了了之，美國都係唔理。我哋中國好難得忍辱負重到今時今日先至變成一個美國不斷咁想尋求同中國講嘢嘅局面。呢個局面係得來不易，因此我哋中國永遠都會記住呢啲事情，唔係要記仇，唔係要情緒化，而係永遠記住我哋嘅成功同埋發展係得來不易。就好似我哋中國嘅北斗導航系統、北斗衛星，喺研究北斗衛星同埋導航系統嘅時候呢，我哋屢次亦都將歷史嘅教訓嚟到話俾大眾聽，就係當年嘅銀河號事件。當年點解美國係會截停我哋嘅銀河號？因為佢係熄咗當其時銀河號嘅 GPS 系統，而逼咗我哋嘅銀河號冇咗 GPS， 斷咗信號，被逼要停航嘅。所以曾經有過呢個教訓，我哋就知道一定要將導航系統、衛星呢樣嘢掌握喺自己手裏邊，就變相其實就係由嗰陣時候嘅呢個事件鼓舞咗我哋要加緊研發我哋嘅北斗系統。而另外亦都係因為咁樣嘅事件，亦都間接咁樣嚟到鼓舞咗中國要快啲往驅逐艦嘅方向嚟到去發展，要發展自己要擁有驅逐艦。喺過去忍辱負重嘅時期呢，我哋嘅國民可能大眾嘅情緒呢都係好直接、好單純嘅呢，就係對當其時中國外交部海軍嗰邊嘅無作為呢感到失望。相信呢就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去到2023年，世界進入百年未有嘅局面呢，相信中國嘅同胞們佢哋回顧翻當年嘅一幕幕事情，佢哋今日應該都能夠明白到當其時係一定唔可以發難，要忍辱負重，要臥薪嘗膽。歷史呢就會為當其時我哋中國所受嘅屈辱呢嚟到說明俾我哋嘅國民睇嘅。咁所以如今喺呢個紅海嗰邊發生嘅時端，好明顯呢就係中東嗰邊嘅集團要同西方世界呢對着幹嘅啦。好明顯呢件事唔係淨係針對以色列咁簡單，而係極有可能就係伊朗嘅背後有一位非常之犀利嘅智者，佢知道開闢中東嘅戰線，佢知道支持伊朗嗰邊、支持敘利亞嗰邊嘅力量分子嚟到同以色列對着幹，變相就等於同西方嘅集團對着幹。呢個普京大帝，俄羅斯嘅普京大帝，此舉能夠影響物流、影響油價、影響供應鏈，重擊西方，重擊美國。咁喺咁樣嘅局勢底下，卻見到中國嘅中遠銀河號喺蘇伊士運河嗰度日嚟去遊走，背後會否係一個吐氣揚眉嘅暗藏信息？就話翻俾西方嘅世界聽，當日你對我哋嘅銀河號曾經進行過咁樣嘅嚟到欺侮，如今呢，就係我哋中國嘅銀河號可以喺紅海，可以喺蘇伊士運河嚟到安全進出，你哋卻唔可以，會否又係一個咁樣嘅暗藏信息呢？就不妨等大家嚟到去細味，大家嚟到諗下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
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啊，我哋就會進入到第2日嘅行程。第2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瓊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瓊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瓊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彝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裡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由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凌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經月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
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侯祠。武侯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侯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侯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沿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呢，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呢就叫做
瑞大柏呢兩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攝縣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達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
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澤巷子。喺呢度咧，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咧效果非常之出眾噶。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咧，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咧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㗎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㗎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㗎。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 2.0 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咁好啦，